阿青，这么早？早？太阳晒屁股了，馄饨摊都卖完2锅了，你还早？你到底什么时候还我饭钱？今天。你昨天也是这么说的。昨天不算，今天真有活儿。你看，谁送来的？昨晚关片前，一个老头说这是他家祖传的。这是蜀锦。多少钱？5两。你疯了吧？老王那件蜀锦马甲买来才3两。那是素锦，这是文锦，不一样。野哥，你在看什么？没什么。饿了，馄饨还有吗？有是有，饭钱呢？记账。你真能修蜀锦？那你怎么不去京城？我听说京城一个蜀锦修复师1年能挣好几千两银子。京城趟太远，爷爷说过，别去京城。京城有人在找我们这种人。请问这里是野哥修锦吗？是，进来吧。这件东西哪儿来的？家传的。可以修，但有风险。修复失败，原件可能粉碎；修好了，可能带来杀身之祸。修1000两。3天后我来取。那是谁？不知道。不知道你就敢收1000两？阿青，如果有人来问你刚才那个人去哪儿了，你就说没看见。知天余孽。怎么还不开始？在想，其实是在等天宫真越来越烫了。上次这么烫，还是3年前翻出爷爷真谱的时候。1000两，多了。不多。最近如果有人说自己是京城来的蜀锦商人，想请你修东西，你最好别接。为什么？京城没有蜀锦商人会来锦城。如果有人大老远从京城跑来，说自己是蜀锦商人，多谢。他一定不是。晚上想吃什么？对了，下午有人送来这个。以后这个人再来，就说铺子关了。他是谁？麻烦。帮我看看这个，哪儿来的？旧袍子内衬里。这4个字，知天余孽。知天族是蜀锦的祖宗，但这个名在行当里不许提，谁提谁倒霉。贞观3年，朝廷下令销毁所有与知相关的文献，全国至少3个蜀锦世家被抄家，罪名私藏知天遗物。爷爷只让我修蜀锦，修好了别留名。你爷爷是对的，不留名是对的。送襁褓那个姓周的来找我之前，已经找过3个修复师了，3个都不敢修。你爷爷临走前跟我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皇家蜀锦来找我，让我把它支给你。你爷爷还说，时候快到了。知天余孽和我有什么关系？
去问问那个送旧袍子的人，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恩人，你救救我！我儿子，他们把我儿子抓走了，穿黑衣服的好几个，领头的是个瘦高个，还有官差也来了。恩人，你修袍子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这是我爹的字，我爹当年是编兵的文书，他替将军写了一份军报，将军让他把草稿缝进战袍里，说这东西不能留，但也不能毁，将来有一天或许有人能看懂。写完那份军报的第二天，将军就被抓了。罪名是通敌，我爹连夜把草稿缝进战袍，官差抄家没啥没找到，关了他3个月，打得半死，放了。他临死前说袍子里有东西，别打开，传下去，等能看懂的人出现。你儿子被带走是因为这件袍子，还是因为有人知道你是那件袍子的后人？我不知道。明天天一亮，你拿着这张银票去城东的沈家商号，找一个叫沈寒洲的人，告诉他是我让你去的。他会安排你和你儿子离开锦城，别叫我恩人。那件袍子的修补费5两银子，3天后托人送来就行。知天余孽，斩草除根。这些人找的不是一块宝绢，是能看懂那块宝绢的人。爷爷说这根针能修天下所有的蜀锦，但没说他修好的蜀锦会不会引来杀身之祸。不管谁来，明天再说。莫老板，昨日送了帖子请你赴宴，等了一晚上没见人，只好自己过来了。铺子小，坐不下这么多人。只要你愿意来我的商行做修复师，月俸150两，外加年底分红。条件只在我金家商行名下接活，不接散客。如果我不愿意呢？莫老板在锦城做蜀锦生意，没有我丁老三点头，你一件都接不到。这几天接了几件，3天之内给我答复，3天之后，朋友和对手，你选一个。别什么活都接，有些蜀锦修好了比修坏了更麻烦。那人是不是又来催你搬走？他想雇我150两1个月，不想。为什么？他让我别什么活都接。少爷说人已经安排出城了，往南边走的。他儿子也找到了，关在金三爷名下的一座仓库里，人是半夜跑出来的。少爷说这个仇算是结下了，让您当心金三爷报复。我要见金三爷，他不是有一件天锦残片吗？我能修。你确定？确定。那个姓陈的京城人也在找修复师，与其等他们找上门，不如我自己去。你爷爷留给你的东西，他说等你决定不再藏着自己的时候，把这个给你。这是织天族的信物。你爷爷说，完整的玉珏有2块，一块在你手里，另一块在一个能找到天机阁的人手里。我爷爷到底是谁？他是最后一代锦心针法的传人，也是最后一个见过织天族祖祠的人。2位当众切磋，各秀一件上品玄锦，赢得漂亮的就接手天锦残片。此等技艺，堪称鬼斧神工。柳大师的修复完美，穆先生的修复，我们找不到修复的痕迹。
后生可畏，那件天境残片的修复权归牧野，3天之内修复完成，在锦城所有蜀锦商号老板面前交货。这是锦仙针法，300年前锦心先生亲手织就的落款，上面留着全部原始针脚。我不是在修复一件残片，我是在解开一个300年前的封印。爷爷让我来锦城，这一切早就被安排好了。那个姓陈的京城人今天来看你比试了，这个是我在沈家藏书阁最底层翻到的织天族的族谱残本。你猜族谱最后一页最后一个名字是谁？你先走，可是从后门走，快！锦城织造局管的织道也是蜀锦织造与课税，用不上这种道，除非他们今晚要抓的人不是普通的偷税商户。锦城织造局办案，奉千世大人手令，带走蜀锦修复师木野，理由私藏禁物。沈寒舟应该已经走远了。这东西能压制法力，织造权知道要抓的是什么人。别怕，铁链上的符文在压制我的法力，那根针没有受到的影响，它本身就不是凡物。穆老板，受苦了，我这心里也过意不去。前脚刚把天锦残片交给你，后脚监视大人就让我来当个人证，你说这巧不巧？天锦残片是禁物，残片本身不是，但你在修复残片时使用的针法，涉嫌与一桩30年前旧案有关，所有相关线索都需要逐一排查。你是目前唯一能复现那种针法的人，因此需要留在这里配合调查。配合多久？查清为止。穆老板，千世大人也是公事公办，如果你愿意配合，把针法的来历、师承、谱系交代清楚，说不定明昊天就能出去了。我的针法是我爷爷教的，他已经去世了。你爷爷叫什么？穆锦堂。我们会何时？赵敬堂的反应告诉我2件事：第一，他知道穆锦堂是谁；第二，他不打算让我太快出去。穆老板，吃得惯吗？我姓陈，京城来的，做点蜀锦生意。刚才金三爷和监视大人来找你，我在门外听了2句，听说你能修复天锦。别紧张，我不是来审你的，只是想找你帮个忙。我手上有一件小东西，也是蜀锦，残了好几百年了，找了很多人都修不了。今天看了你在金三爷那里的比试，我觉得你或许能行。认得吗？不认得。没关系，你在里面好好休息，过2天我再来看你。对了，你那个姓周的朋友最近也回京城了，他说他认识你，是通过一件残破的龙纹黄锦。姓陈的知道残破的龙纹黄锦的事，知道黄锦就意味着他知道那个姓周的男人，知道姓周的男人就意味着他知道黄三子的事。这个陈先生不是蜀锦商人，周姓男人的警告一个字都没错。等你修复足够多、足够高阶的蜀锦，总会有人认出你的针法。到那一天，别慌，你手里的针比他们的刀快。阿青给你包的馄饨还热着。外面什么情况？乱成一锅粥了，
昨晚铁骑抓你的消息传遍了全城，秦老连夜去找了知府，知府说这是织造局的案子，地方衙门插不了手。金三爷今早在商行放话说你私藏禁物，欺骗客户，把你之前修过的几件蜀锦全扣下了。那个柳大师在金三爷的商行里住下了，对外说是要等案子结束重新评估天锦残点的修复权，但他每天都在打听你的消息，打听的比谁都细。那个姓陈的呢？你说那个京城来的陈先生，他这2天一直在制造局进进出出，千世赵敬堂见了他3次，一个蜀锦商人，凭什么让五品千世一天他3次？赵敬堂知道我的真法实诚，他对我爷爷的名字有反应。你爷爷？你爷爷跟织造局有关系？我不知道，但他给我留落的那封信里，让我修到一定程度之后去京城找一个叫天机阁的地方。他没说天机阁是敌是友。你这几天在里面怎么办？铁链能弄开吗？暂时不用弄开，他们关我是想看我到底能修什么。金三爷要的是天锦残片的修复结果，赵敬成要的是真法的来历，姓陈的要的是什么我还不知道，但他给我看了一个符号，绣在绢帛上的。那个符号我没见过，但天宫真有反应。你帮我去秦老那里查一件事，查那个符号的含义。那个符号长得什么样子？我在沈家藏书阁的织天族族谱里见过这个标记，就在最后一页最后一个名字旁边，旁边只有一行字：守墓人。那个姓陈的不是蜀锦商人，他是织天族的守墓人。他找你不是要你的针法，是要你这个人。天亮前我想办法再来一趟。铁链能锁住法力，锁不住针。铁链上的符文锁用你的针能破。织造局外面有3拨人，赵敬堂的人、金老三的人，还有陈先生的眼线。天亮前我会在后巷制造一场混乱，你趁乱从东墙翻出去。东墙外面有一辆马车，车夫是我的人，他会带你出城。你到底是什么人？黄三子的人。你修的那件龙纹黄锦是黄三子殿下当年逃离京城时唯一带出来的东西，你能修好它，就是我们的人。陈先生的身份，你那个沈家朋友查的没错，他是守墓人，但他效忠的不是织天族。万年前覆灭织天族的那场天劫，就是守墓人一族背后操纵的。他们用了几千年时间清除织天族的后裔，只剩下你这最后一丝血脉。现在他们已经确认了你的身份，把你关在这里不是在查案，是在等京城派更厉害的人来，到时候你插翅难飞。天宫阵可以破一切封印，你爷爷应该教过你，天亮之前务必离开。铁链能锁住法力，锁不住针。天锦残片还在金三爷手里，秦老还在锦城，沈寒舟还在替我查那个符号，阿青还在馄饨摊前等我回去还饭钱，但现在不能回去，京城的人在路上了。姓陈的守墓人已经确认我的身份，锦城这座小庙藏不住我了。谁也没有注意到车厢里那个年轻星手捏着一根乌黑的针，更不知道那根针曾经缝过龙纹强棒，修过天锦残片。在万年前织天族覆灭之后，针是世间仅存的能改写书籍命运的东西，而握着它的那个人正在赶往下一个命运的节点。歇2个时辰，马不行了。不是法力，更像是血脉里自带的术法。但就是这么一根针，能破织造局的封印符锁，能修万年前的万象锦，能让一个五品千世，一个守墓人，一个黄三子的旧部同时盯上了我。这针认主，你活着，
他就不会落在别人手里。这不是我在修，是天锦在自我修复，或者说，是天宫真在借用我的法力，完成他自己的意志。真修的不是蜀锦，是阴。那时我听不懂，现在我好像有点懂了。这件天锦残片的丝线里储存着300年前的信息，他被人撕裂的手撕裂他的人，撕裂他的原因，撕裂他的地，所有的信息都被丝线的纤维记录下来。天宫真做的不是物理修复，是因果复原。他读取碎片中的记忆，然后让丝线按照记忆中的原貌重新生长。这意味着我修复的每一件蜀锦，都等于读取了一道被遗忘的历史。天宫真修复过的蜀锦已经不下几十件，襁褓里的黄三子，旧袍里织天宇，万象心里的织天族记忆，每一件都在往我的意识里注入碎片化的信息，只是我之前没有意识到。奶奶，别织了，你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这件东西太耗心血，再织下去您会……这是最后一件，织天族的道统不能断在我手里。这件山河设计锦里藏着织天族全部的针法和技艺，将来如果有人能修好它，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自己修蜀锦烧手艺吃饭，但现在我知道不是了。我修的每一件蜀锦，都是一段被剪断的历史。那些追捕织天族的人要的不是我的命，是要我脑子里那些被修复的记忆永远不要被拼凑完整。而我要的不是活命，是要把这些碎片一块一块拼回来，拼出织天族覆灭的真相，拼出爷爷没有来得及告诉我的那些话。老韩，还有多久到京城？按这个速度，3天。能快一点吗？那就不歇了。天锦修复后涌入的那些记忆碎片还在我脑子里盘旋，时明时灭，像是一盏接触不良的灯。织天族的山河设计锦，那是传说中织天族最神秘的作品。据说那幅锦不限制中现有仙人，有通往天道的大门。传说当然不可信，但天锦给我的夫人亲口说了，山河设计锦里藏着织天族全部的针法和技艺。他能织出山河设计锦，说明他不是普通的织天族，他是最后一代传人。而他织完之后发生了什么？那些站在他身边面色紧张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说将来如果有人能修好它，山河设计锦不是消失了，是破了？破碎的天锦散落在不同的人手里，我只是修好了其中一片。那个姓陈的守墓人想要的，也许不是我的针法，而是我修复山河设计锦的能力。因为一旦山河设计锦被完整修复，织天族覆灭的真相就会水落石出。而守墓人一族就是不想让这个真相被人知道。锦城已经被远远甩在了身前，前方是京城，京城还有太庙宅那件万锦残片。我修好它的是更多记忆会涌进来。京城还有天机阁，爷爷让我在封印解开之后去的地方。京城还有那个姓陈的守墓人，也许已经先我一步到了。我的差事到这就交了。进城后去城南吉祥巷，找一家没有招牌的蜀锦铺子，老板姓于，是你爷爷的旧识，他能替你找到天机阁。大洋了，于老，田宫真，你是锦堂的孙子，你来京城是不是封印已经解了？解了大半，解了大半。
有没有人跟着？送我的车夫是黄三子的人，在城外就下了。进城后，我绕了半个京城。黄三子他还活着吗？不知道，我只见过他的人。我来是为了天机阁。你爷爷有没有告诉过你，天机阁究竟是个什么地方？没有，他只说，到时候我就知道了。天机阁不是地方，是一个人。天机阁是织天族最后一位大长的道号。万年前，他用全部法力织成了一道门，保护后进入天真的方法，直到能彻底解开封印的传人出现，然后带他去见天机阁。守墓人也在用这个符号。守墓人用的是倒三角，正三角是天机阁的门，倒三角是守墓人的锁，一个是进去，一个是封死。万年以来，守墓人一直在找天机阁入口，他们以为毁掉所有门就能阻止织天族复兴，但他们不知道，你爷爷把最后一道门绣在了你的天宫针里。你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明天一早跟我去见天机阁，解开封印最后一部分，继承织天族完整的道统；第二，不去天机阁，现在就走，找个地方藏一辈子。2条路都能活，但你只能选一条。选了第一条，你就不再是野哥修锦那个修复师了，你是织天族最后一个传人，再也没有退路。于老，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守墓人知道我的身份，他们看到了天宫针，看到了锦心之法，就算我躲到天涯海角，他们也会找到我。那你今晚好好休息，明天一早我们进天机阁。天机阁近在咫尺，但我隐约觉得，进了天机阁就会知道一些未必想知道的事，关于织天族覆灭，关于守墓人追杀，关于爷爷隐世的真正原因。金三爷死了。你逃走之后第3天死在自己商行里，锦城织造局对外说是暴病重伤，但金三爷身边没有一个人信。他家下人说他死的时候全身经脉寸断，像是被术法反噬。锦城来了一队京城人马，领头的是个穿黑袍的，拿着上方令牌，直接接管了织造局。他们到锦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查金三爷的案子，而是查封了秦老的鉴定铺子。秦老被捕之前，托人把这个塞给了我。这东西在天机阁里是钥匙，你爷爷把半块放在你这里，半块放在秦老那里，就是为了确保，除非你做好了准备，否则没有人能提前打开天机阁。守墓人已经知道你进京了，正在城东集结人手，至少有20个，其中有几个穿的是织造局官服。不能等天亮了，现在就走。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嗡嘛呢叭咪吽。门只能在午夜打开一炷香时间，天亮就合上了。如果可能，去给黄三子带个话。守墓人在京城织造局里有内应姓陈，职级不高，务必小心。顾好你自己，走。第一次进门都这样，腿软是正常的，别往下看。下面是什么都没有，天机阁的门开在虚空里，从这儿掉下去不会摔死，但你会在无尽的虚空中一直往下落，落到时间耗尽，所以别往下看，往上走。
如果一根针能有情绪的话，这根针此刻的情绪是激动。知天历元年，始祖知天氏以星河为线，虚空为布，嗅人间万物。天不足，以锦补之；地不平，以秀振之。知天历3722年，知天族长老会决议，将法绣之术分列5境：御真、化形、通灵、造化、修天。自始祖飞升之后，族中再无修天境者。知天历7849年，发现山河社稷锦之织法，此锦以天鼠蚕丝为茎，以凤血桑枝为尾，织成即为一方世界。长老会决议封印此术，非灭族之祸不可动用。知天历9991年，守墓人反叛，长老会尽没。始祖留在人间的最后一件万象锦被守墓人夺走，下落不明。守墓人不是守墓，是守我们的墓。守墓人的来历在天机阁第3层，1层是历史，2层是道统，3层是覆灭的真相。你一层一层看。您不跟我上去？我已经上去过了。30年前你爷爷带我上去的。天机阁每个人只能独自登顶1次，我在塔下等你。下来的时候，我还是那个吉祥巷修锦的于老头。我在第2层等你。天机阁的道统传承里有大量蜀锦古法，我光看第1层的目录就知道这些够我抄3个月。我是来读书的，不是来继承道统的。放心，我就在这里抄，哪儿都不去。这就是守墓人的起源吗？知天族的旁系原本只是守祠人，长老会给了你们资源、封地，甚至自治权，仅仅因为不能修炼高阶篇章，所以你们就不满足了。你们真正想要的是完整的传承。知天历9900年前后，族中出了一位为天纵奇才的掌门人，在碧珠窥现天道一角，画出了一幅用任何阵法都绣不出来的图——天阙图，描写天道本身的运转纹理。长老会决议找到封存天阙图，禁止研究天道修复之术，因修复天道会招致灭顶之灾。条件是事成之后，玄威真人支持守祠人获得完整道统。不是天道灭的，是自己人灭的。知天于逆，斩草除根。我什么时候流的眼泪？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到第9层去，拿到天机阁留给他的最后一件东西。你来了。天机，我是天机留在世间最后一段生活。我的肉身已经在万年前化为封印，封锁了天阙图。你看到的我，只是一个即将消散的影子。那里封存着天阙图原稿，世间唯一一份记录了天道运转纹理的图谱。当年玄威和守祠人试图用它修复天道，结果触发天道反噬，导致知天族覆灭。我把天阙图封在这里，设下万年禁制。
只有织天族嫡系血脉才能解开封印。你修复的每一件属锦，都是在向封印输送一道解锁的丝线。现在封印只剩下最后一道，你有一个决定要做：拿还是不拿？如果你不拿，天阙图永远留在这里，织天族的覆灭到此为止。你活着娶妻生子，把天宫针传下去。但守墓人不会因为你选择隐世就放过你。他们已经确认你的身份，看到了天宫针，你躲到天涯海角，他们也会找到你。躲得过这一代，你的孩子躲得过下一代吗？如果你拿，天阙图会融入你的血脉，让守墓族全部记忆和修为，但你也会继承他们未完成的阴谋。敌人是整个守墓人一族，他们有万年的根基，有朝堂上的庇护，有江湖中的势力。我本来只是想修蜀锦混口饭吃，但现在我知道，修蜀锦不是混饭吃的行当，是万年前一个覆灭的种族族把最后的希望织进了丝线里，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我的手里。如果不拿，这些人的希望就断了。我拿。你和你爷爷一样倔，他当年站在你现在站的地方，也说了同的话。可惜他的修为不够，破不开最后一道封印，他把希望留给了你。天阙图的最后一页指向一个地方，山河社锦的所在。去吧，你爷爷在天之灵会为你骄傲。你拿到了？拿到了。那接下来去哪儿？回京城。天阙图里标注了山河社稷锦的位置，在皇宫大内太庙地下的密室里，和我们之前修的那件万象锦放在同一个地方。守墓人把它藏在那里，藏了几千年，对外宣称是镇国之宝，实际上是把它封印在皇宫底下，用皇家的气运压着。那个姓周的，还有黄三子，需要我们联系他们吗？要。守墓人在朝堂上的势力远比我们预想的庞大。要进太庙地下的密室，必须有皇室的帮助，而且皇宫里的那个守墓人内应姓陈，他知道天机阁已经打开了，他不会等我们准备好再动手。门快合上了，1个时辰后天亮。追兵退了，但我伤重，不能拖累你们。刀留给你，走吧。记住黄三子的人情，以后在京城有什么事，拿着这把刀去城北铁匠铺找一个姓冯的。老韩，天机阁开了，通知京城所有暗桩，从今日起，追杀令升至甲子。